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31号周三晚上的8点15分。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大盘是好不容易高开一次，以为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但还是逃不脱低走收跌的命运。最近的这个走势给投资者的感觉，它就像是洪水冲垮了回家的桥，归心似箭，却又无能为力。在整个8月几大指数中，纳指100的跌幅最大，罗素的跌幅最小。几大指数最近是连续的下跌，中间没有喘过气儿。其实这样也好因为离近期最有可能止跌的这个位置又近了一步。那么市场要不要守，还是放任破掉这个位置，继续去走之前的前低，很快就会有答案。今天的盘中和盘后呢，都是出了一些非常劲爆的消息，对于股市来讲可谓是噩梦不断。那么今天的节目带给大家的消息面不会太开心，心理承受不好的建议呢跳过今天的节目你出去找一部喜剧片看一看。好，咱们一条条来说。首先呢是今天美联储的官员继续粉碎市场压住降息的幻想。咱们来看一下克利夫兰联储的主席梅斯特今天表示说，美联储必须防止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在就断定通胀见顶还为时过早。即便是经济陷入衰退，我们也必须降低通胀，在短期内将是痛苦的，但高通胀同样也是痛苦的。倾向于在2023年年初将利率提升到 4% 以上，这个和咱们上一次谈到的市场有可能认为美联储的未来的目标明年会在 4% 到 4.25% 左右是比较吻合的，然后呢会保持一段时间，以便降低通胀达到目标水平。预计美联储2023年不会降息这句话一说出来，市场简直是晴天霹雳之前大家认为最开始的预计是2023年年中有可能会降息，然后呢最晚呢大家想想2023年年底是不是差不多衰退了也能降息。现在这个梅斯特告诉你他的倾向是不会降息当然这是他一家之言了，美联储的决策呢是一个集体决策并不是由一个人完全决定的。好，然后是现在还不能够准确的知道美联储的终端利率，也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在现阶段就给出一个前景来，但我相信在9月份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想法，因为9月份出了一些点阵图和经济预测之后呢，对于大多数联储官员的想法应该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这个意见了。好，然后呢是9月是否加息75个基点会取决于通胀的前景，也就是 CPI，而不是受到密切关注的月度就业报告，也就是在本周五要出来的这个非农。所以也能看出来美联储对于未来 CPI 通胀的这个数据更加的关心。非农这边预计呢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即便短期一次两次数据不佳，但整体失业率在50年新低的情况下总体上对他们的这个影响加息的这个路径的影响不会特别大，还是以通胀为优先。好，这是美联储的这个梅斯特今天的发表的第一个比较对于市场来讲比较悲观的一些这个说法吧，其实也就是更加的鹰派，让大家放弃幻想。那么今天呢这个投行方面，这个摩根斯丹利的分析师呢直接就告诉大家美国股指将面临新的低点。咱们来看一下他的首席策略师是怎么说的。根据这个摩根斯丹利的首席策略师，美国股票的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他表示说呢，美国股指还没有触及今年的底部，投资者应该准备好承受更多的痛苦。第二点是，他预测今年股市将出现抛售，标普500指数自8月中旬以来大幅下挫，原因是投资者担心美联储的激进货币政策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然后他还继续说到，他预计至少在接下来的1-2个季度，股指的走向是向下的。那么作为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投资策略分析师来讲投行的来讲，他们如果非常直接的像这种告诉你方向其实是比较少见的通常来讲都会留有一些余地，不像他这一次呢说的非常的直白未来的1-2个季度他都认为股指是非常向下的，能看得出来他对于后市的走势相当的悲观。
好，那么看到两个这个较差的，对于市场来讲不是什么好消息的消息以后，我们来看一个好坏各占一半的消息。这个对于部分的行业，特别是对于手机行业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手机行业是很相关，包括很多的公司本来就是做手机，还有很多的公司和做手机相关的一些配件，它都是一条绳上的这个蚂蚱。咱们来看看关于手机最新的一个消息。那么智能手机出货的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来自于IDC。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坏消息是什么。IDC 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整个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将下降 6.5% 到 12.7 亿部。最新的预测数据比之前的预测减少了 3%。好，那么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大家想，那完了，那么做手机的呀，包括像苹果等等，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包括做这个芯片的呀，包括高通他们呢，会不会都受到影响啊？甚至像一些其他的这个芯片的，包括零部件的供应商，会不会都有影响啊？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它对于2022年的一个预测。那么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 IDC 说，预计这个挫折是短期的，市场会在2023年反弹。同比增长 5.2%， 这个指的是和2022年同比。从长期来看，未来5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1.4%。所以呢，你认为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我个人看起来我认为已经比2022年同比增长，在下一年就已经是一个前景比较光明的更好的一个预测了。所以对于这一块来讲，今年比较糟糕的手机市场，或许在明年会有一些转机，但从未来5年的复合增长率来看，很明显并不算特别的快。那么尽管单位销量下降，但平均售价在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10%， 这个也是好消息预计全年增长 6.3%。 那么高端市场指的是$800以上的手机，对于经济的动荡具有弹性，并且已经增长 4% 的份额，达到智能手机市场总份额的 16%， 并将继续的增长。这个里边包括可折叠设备，这是当今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预计到2022年将同比增长 70%， 出货量将达到1350万台。好，那么在销量下降的部分，包括一些地区，还有这个销售的这个手机的大概的价格区间，这边我也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大家比较知道到底是哪儿在降，哪儿在涨。从地区上来看呢，经济危机已经打击了新兴市场，其中大部分的出货量都来自于$400以下的设备。手机出货量，中欧和东欧预计在2022年下降 17.4%。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和中国，之前的预期是增长 3%， 那么现在更正预期为2022年下降 4.5%。最显著的销量下降来自于中国，目前预计中国将下降 12.5%， 或者是4100万台手机，几乎占到了今年整体全球数量手机出货下降量的一半左右。相比之下，预计北美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还有西欧等市场在2022年的表现会好得多。美国将相对持平，同比增长 0.3%， 而加拿大市场表现更好一些，增长 3.2%， 西欧仅小幅下降 0.7%。 所以呢，中国市场的下滑对于全球的手机出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约占到一半左右。那么在整个2022年，预计全球 5G 设备的出货量同比增长 23.6%， 占所有出货量的一半以上 54%。 出货量呢是 6.88 亿台，平均售价为$616。从长远来看，预计2026年 5G 的销量份额将达到 79%， 平均售价为$444。相比之下， 4G 在2022年的平均售价降到了$106。因此整体手机的平均售价从2022年的$413下降到2026年的$373。这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更加长期的 IDC 的预计分析。好，这个呢就是对于手机来讲市场大家如果有做相应的股票的朋友呢，记得去经常查看一下 IDC 的官网你谷歌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就能找到他们的最新的数据，包括更多的细分数据和长期的历史数据研究，来去追踪你这个股票它到底在这个市场份额中到底什么样一个情况你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咱们做投资呢，从基本面上还是要多多去追踪一下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的
不能闷着头在家里边这个包括看 K 线，对吧？只闷着头算估值的都不行啊，你还是要看一看未来的一个前瞻到底怎么样。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投资交易的是什么？是预期嘛，对吧？预期更好，大家信心更足，有时候价格都能跑得更好一些。那预期更加的悲观，尽管可能现在的价格已经不错了，但大家总觉得下面还有坑可以往下掉，那么就不愿意买。这样的话可能还会不断的拖低价格。所以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交易预期的游戏啊。好，说到这个之后呢，说一说今天这个出的一个大事儿啊。今天这个大事儿呢是出在英伟达身上啊，其实就是拿英伟达做一个契机，出现在所有的这个高端的 CPU 的包括这个处理器上。英伟达我们看到啊，盘后下跌了 6.56%， 这个跌幅大家可能如果你没有获得任何信息啊，你没有去查看市场的任何的情报，你会发现这是怎么了？这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错误？其实没有错误啊，它出了一件很大的事儿。今天呢，英伟达提供了一份 8K 的文件。这份 8K 的文件里边，我们看到它在这里啊非常明确的写着，在8月26号的时候，他们收到了美国政府的通知。这份通知是怎么写的呢？要求就是他们这个解决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解决所有的转移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最终用途或者军事最终用户的风险。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已经通知英伟达实施一项新的许可要求，立刻生效，涵盖英伟达的 A100 和即将推出的 H100 处理器向中国和俄罗斯的认可出口。这就是属于断供啊，或者属于限制性的这个供应。那么这个消息一出，那么英伟达这边就是一顿暴跌。其实我们看啊，英伟达最近的这个市场啊，其实它是除了有 PC 市场出货下滑的这个前景全年的这个增长预期的下调之外，今天这是又遭到了重锤啊，而且这个重锤呢，还有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持续的影响。目前英伟达的说法说，他们现在并不向俄罗斯出售任何的产品，所以呢，这一块本身对于俄罗斯的市场影响就不大。但是在2季度前瞻的时候，他们给的3季度就是当时的这个数值营收，这里边是包括了对于中国的大概4亿美元的潜在的销售额的啊，就是这个禁令一出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公司还会表示说呢，说这个禁令出了以后，有可能会影响它按时去开发 H100 这个产品的能力，更严重的有可能会迫使它将部分的业务迁出中国。所以这一块在3季度本身前瞻就十分疲软的情况下，再加上4亿美元的潜在的短期销售的减少，以及未来长期的潜在销售的可能减少，这个对于英伟达的影响就有点大了。但是具体能影响到它的业绩和估值到底能影响多少，我这边在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非常详细的数据，因为这个需要英伟达自己发布一个前瞻的公告，具体影响的业务才知道。在这里呢，我就不提前先做一个推测啊。所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之前如果按照这么去算，之前给的这个估值，那么很显然在营收下滑以及未来的潜在的 EPS 下滑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下调。所以目前我准备在120到142的这个买入的目标价，这个地方我单子我肯定是不挂的啊，因为今天盘后已经跌到了141，我肯定挂单是不提前挂，我会等一等啊，看看市场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呢，这个买入区间我暂时没有变啊，我没有去变化它，因为大盘马上要到位置了。即便它的长期的业绩前景被下调，但短期的反弹如果有这样比较好的机会做一做也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没什么把握的，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参与了，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凶险。反正提前挂单是千万不要去做了，那么还是等待着出一个止跌形态再参与吧，没有就不参与啊。其实另外呢，今天是关于整个高性能处理器的这个禁令，很显然不会只针对英伟达，包括 AMD， 包括英特尔，甚至还有其他有能力提供高性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还有数据中心处理的
这样的一些企业全部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面，还是需要各个公司自己去发布公告来确定啊。总之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半导体行业在最近是肯定会有地震的。我呢也会持续的去关注整个半导体行业的最新的情况，然后及时的传递给大家。这里说到的禁令指的是高端啊，并没有涉及到普通的什么 GPU 啊、显卡那些，它指的是高性能的，在一些特殊的人工智能数据处理，还有高性能计算中心的应用中心这块上面啊。所以呢，你往这方面去靠，找你相应的这些股票和这些有没有关系。好，今天呢就这样吧。今天这个负面消息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的好消息。那么在今天的期货方面，咱们看到现在的期货反应也是非常的大。股指期货今天的纳指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跌了快 1% 了，标普的期货跌了也 0.58% 了，罗素还跌了少一点，只跌了 0.66%。看一看明天市场怎么反应吧。按照这么跌下去的话，只需要1天的时间，到明天应该就能够去接触到下方的3890的第一个能不能守住的一个位置，3836到4000，也就是这个3890到底破与不破啊？这个地方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点赞转发，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